I am Iron Man。这句话让托尼·斯塔克站上了人生巅峰，也把他推进了死亡的倒计时。钢铁侠2紧接第一部。托尼公开身份后，军事委员会传票就到了。听证会上，参议员以非法持有高危武器为由，逼他交出钢铁战甲。托尼当然不干。I am Iron Man. The suit and I are one. 一句话直接把军方代表怼得哑口无言，只能赶紧搬救兵，请出国防部头号武器承包商贾斯汀·汉默。汉默上台就开始阴阳怪气，还搬出托尼他爹霍华德·斯塔克，说什么霍华德是军事工业之父，怎么到了儿子手里就成了危害美国安全的隐患。托尼当场入侵，现场大屏，用全息投影把汉默工业那些翻车仿制品全晒了出来，嘲讽国防部找的合作商简直是战五渣。It's working. We're safe. America is secure. You want my property? You can't have it. But I did you a big favor. I have successfully privatized world peace. 这一波操作直接把他和汉默军方的关系推向冰点，堪称整部电影的嘴炮封神名场面。但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危机早已悄悄埋下。托尼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拉胯，原来他胸前的反应堆全靠一种靶元素功能，可这靶元素长期在体内溜达，是妥妥的慢性毒药。托尼每天得灌下30盎司叶绿素汁液，才能勉强中和一丢丢靶元素的毒性。他翻遍了全世界已知的所有元素，愣是没找到能替代靶元素的玩意儿。换句话说，这台保命的装置也在慢慢要他的命。托尼算着自己剩下的日子，决定把如日中天的斯塔克工业交给最信任的小辣椒，还特意找了个法律顾问娜塔莎来主持交接仪式。哈皮和托尼一见到这位身材火辣的顾问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可别小瞧这位顾问，他的隐藏身份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寡妇。哈皮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跟他切磋2下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按在地上摩擦。这套连招下来，托尼对他直接刮目相看，二话不说就想让寡姐来当助理。可回去一查他的档案，除了几张让人移不开眼的性感照片，啥背景都查不到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托尼体内的毒素已经飙到53%，再这么下去，身体迟早报废。既然剩下的日子不多，那必须及时行乐。他直接飞摩纳哥参加全球著名的 F1 大奖赛，在一群粉丝的尖叫声中走进当地顶级的巴黎酒店，各路名流全来了。自从寡姐成了托尼的助理，将托尼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在这里托尼就是全场最亮的仔，就连全球首富马斯克都只是个路人甲。Those Merlin engines are fantastic. Thank you. Yeah, good idea for an electric jet. You do. Then we'll make it work. 托尼和小辣椒溜到吧台想喝2杯，结果汉默也在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勾搭上了托尼之前甩掉的女记者卡莉。之后托尼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赛道，他直接把准备上场的赛车手撵下来，坐进了一辆蓝色跑车。小辣椒看到后心提到嗓子眼，赶紧让寡姐去找哈皮。托尼虽然头一回上赛道，可人家有开钢铁战甲的经验，飙个赛车简直是小意思。随着引擎轰鸣，他把一切杂念甩在身后。此刻他眼里只有一个个要超掉的对手。托尼把所有专注都扔进比赛里，完全没察觉到赛场外的危险正在步步逼近。此时，一个神秘男人悄悄推开赛道护栏，在现场观众惊恐的目光中走上赛道。他猛地扯开上衣，露出钢铁侠同款反应堆，手里攥着2根闪电鞭，几万伏电流瞬间贯穿他的全身，衣服当场烧成灰。一辆时速300多公里的赛车迎面冲来，他双臂一挥，电鞭像死神的镰刀，直接把疾驰的赛车像切奶油一样劈成2半。一时间，赛道上浓烟滚滚，就连导播都变得语无伦次起来。此时，完全不知情的托尼正开着他的跑车飞速冲来，大汉随手一挥，托尼的车头当场搬家，车子连翻好几圈，摔了个底朝天。托尼被卡住，动弹不得，后面的车紧急刹车，又导致连环追尾，现场火光冲天。紧接着大汉一鞭子劈开变形的车子，却发现车里空无一人。原来托尼已经绕到大汉身后，可还是被打翻在地。好在托尼身手够快，躲过一招又一招，最后那下离他的大老二就剩0.01公分，刚想爬起来跑，又被一鞭子震飞，撞得脑袋嗡嗡的。不过托尼很快冷静下来，干脆躺地上装死。突然注意到旁边的车正在漏油，他通过后视镜瞄着对方挥舞电鞭，步步靠近，瞅准时机，利用爆炸和对方拉开距离。此刻托尼浑身是火，狼狈不堪，而对面大汉毫发无伤，脸上还挂着笑。托尼这下是真怕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哈皮开车赶到，把大汉狠狠怼在铁丝网上。几人以为危机解除，托尼刚拉开车门，电鞭直接把车门劈开，哈皮挂倒档继续撞，可铁丝网有弹性，加上对方身上那层装甲根本造不成伤害。托尼喊小辣椒把战甲箱扔过来，可大汉突然又暴起发难，他紧张的连车门都打不开。这时电鞭一边劈开车子，小辣椒立马把箱子甩给托尼，你绝对不敢相信，这个看着跟公文包一样的小提箱，里面竟然藏着一整套马克5号便携式钢铁战甲。